那皇上可说的是沙和珅。就是啊，谁都知道沙和珅吧？十五阿哥，您可记住皇上说的话，皇上说了沙和珅。哎。乾隆带着和珅跟纪晓岚欣赏园林，然而纪晓岚这一路上都在跟小月喋喋不休，两人的吵闹声让乾隆十分厌烦，于是连忙把两人喊来问话。臣这一路啊，跟您这干妹妹在争一件事儿，争什么呢？原来这附近有两条河，一条叫清河，另一条叫沙河。二人因为这两条河哪一条更深而产生了争执。小月觉得是清河比较深，怎么能是清河深呢？当然是沙河深了。沙河深，听见了吧？您看，就这还跟我争半天呢。说的就是。和珅也趁机嘲讽纪晓岚，说他身为内阁一品大学士，竟然连这么浅显的学问都不清楚。那皇上可说的是沙和珅。就是啊，谁都知道沙和珅吧？纪晓岚听后立马转头对15阿哥永远复述了一遍，让他以后一定要牢牢记住乾隆说的沙和珅。一边说还一边拿手比划了一下，和珅这才反应过来老纪是在安排自己的身后事，想到这他不禁心都凉了。不过和珅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句玩笑话最后竟然变成真的了。第二天一上朝，乾隆也开始针对起和珅，他先是给大家讲起了小时候的故事。话说当年他跟庄亲王学习火器，康熙大帝就在100步之外绑了一只活羊，自己举起火枪，砰的一声就射中了。康熙爷高兴的就在行宫内安了个靶子让自己练习，而庄亲王由于担心自己年幼震坏了虎口，就故意把火药装少了，而这回自己还是提枪就射。说到这，乾隆便让大家猜猜有没有打中靶心。刚好和珅对火枪十分熟悉，不怕你技艺不精，就怕这药装少了。药一旦装少了，再精的技艺也不容易打准。和珅理所当然地认为乾隆一定没有打中，大臣们见状也纷纷附议。然而从不溜须拍马的纪晓岚这时却拍起乾隆的马屁，说皇上贵为天子，怎么可能打不中呢？和珅听后立马怒斥他卑鄙无耻。溜须拍马！哎，纪爱卿，你怕不是故意在奉承朕呢吧？那你的道理是什么呢？纪晓岚作为一个文官，虽然是不懂火器，可是对于讲故事说闲话却颇有心得。既然皇上要为大家讲故事，那么一定有其传奇经历。如果因为药装少了就没打中，那还叫什么闲话故事？而且皇上也不会在早朝上讲一些不温不火的白话。您要讲的事儿啊，一定是出人意料的。所谓出人意料，那就是药虽然装少了，但是照样打中靶子了。乾隆听后是大家夸赞纪晓岚的才智，说自己当时一打出去子弹就落地。然而离奇的是，子弹打在青砖上，经过反弹正中靶心。和珅听后立马开始拍起乾隆的马屁，实在是太绝了，万岁！此乃天意，非人力可为。然而纪晓岚又语出惊人，竟然说皇上这枪是蒙的。纪晓岚，你太放肆了！万岁，您听清楚了吗？他愣说是蒙的，这百姓能蒙，这皇上还能蒙吗？和珅觉得应该治纪晓岚一个大不敬之罪，可是没想到乾隆也承认是蒙的。皇上真是品德高古，实在是奴才的楷模。何大人，你怎么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？然而乾隆接下来就开始步入正题，说蒙这个字有2层含义，第一层是做偶然无意讲，至于第2层则是隐瞒欺骗。老百姓常说的蒙人也是这个字儿吧？《左传》中不是也有上下相蒙之词吗？这哪是扯闲篇啊？话在这顶着呢。乾隆拿大臣们打比方，说上边骗着皇上，下边蒙着百姓，这就叫上下相蒙。大臣们见状急忙磕头请罪。乾隆其实是想借着这个蒙字来敲打和珅跟他的党羽。蒙得了上，蒙不了下，蒙来蒙去啊，他总有蒙不过去的时候。大家下朝后都在猜测皇上说这番话的含义。和珅气急败坏的让他们不要胡思乱想，只有纪晓岚在那悠闲的散着步。和珅回去后又看到卢卓的轿子在前面等着，于是急忙吩咐刘全去告诉对方从后门进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明目张胆的？上下相蒙，这能蒙得了谁呀？啊，一定要从后门进。随后和珅就怒斥卢卓缺心眼，竟然还敢在大街上等着，这不明摆着告诉皇上，咱俩结党营私吗？从今后和亲王那是万岁爷的亲弟弟，该办不也就办啦？何况你我呀？卢卓这才明白，肯定是上朝时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万岁爷到底说了什么？这上边的话呀，不怕不说，也不怕明说，就怕不说明了。万岁爷今儿说了一句上下相蒙。